那么这还不是最高境界啊，再往上就是第三个境界啊。第三个境界是什么呢？就是智能化的跨界啊。说到这个跨界啊，比如说我想举个例子，比如说未来的汽车啊，汽车的身上的每个零部件吧，也都有传感器，而且也都有跟所有其他车辆、周围其他车辆进行数据交换的这种能力。我们设想一下未来的公路，在未来的公路上，每一台汽车都会不断的向周围的车发送自己的运行的状态。你的汽车会突然得到一个信号，告诉你前面第二辆车它现在正在准备踩刹车，另外一个车在踩油门，另外一个车在拐弯，另外一个车在换道。你的汽车会把周围所有的这种汽车的发出来这个信息作为一个集成，它会比人要更加精确整个路况是个什么样的状态。所以你的汽车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灵敏，也非常的聪明啊。那么它会实时调整自己在整个这个车道上的位置啊，比如说换不换道，踩刹车还是踩油门，这样就能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所以我在想，谷歌他们搞的无人驾驶汽车，最后要实现的境界就是这样的一个境界：所有的汽车之间是可以相互通讯的，而且每辆汽车可以接受全程的所有车辆的这个通讯的实时记录。这样的话，这个车本身就能自动判断，从 A 点到 B 点走哪条路线是最不拥堵的，时间最快，最省油。到那个时代，我相信啊，有人驾驶的汽车那将是非法呀，人是不允许碰汽车的。也许未来的汽车啊，就是没有方向盘，也没有油门，也没有刹车，完全由计算机来完全自我导航、自我来运行啊。当然了，这可能是比较遥远之后的事情，但是即便是在有人驾驶的这个时代，这些汽车生产企业的这些数据啊，就是这个驾驶人员的这个实时数据也是非常有价值的。比如说，由于它可以实时追踪所有的汽车运行状态，所以它可以知道每个驾驶员的他的一种特点。比如说，这个人是不是经常踩刹车，或者猛踩油门，或者左转不打转弯灯，右转不打这个转弯灯等等。这些数据长年累月的这种积累是非常有价值的。汽车公司会有很多人需求这种数据，比如说有一个智能型的数据分析公司，他要买汽车公司这个数据，你把这个整个城市的这个交通信息数据，或者叫汽车运行状态数据全部卖给我吧。好，这家所谓智能信息分析公司，他要这些数据干嘛呢？他是重点分析每个驾驶人员的这个操作习惯，从这些操作习惯中，他可以分析出来，平均值是多少，而这个人踩刹车、踩油门这个频率远远超过平均值，或者转弯老不打灯，说明什么？说明这个驾驶人员他的这个开车习惯很不好，这种人容易出车祸。好，这种数据谁感兴趣？当然是保险公司感兴趣，保险公司就会出高价钱把这些数据买过去，从而给每个人制定不同的保险费率。好，再往后，银行啊，信用卡公司也对这个数据感兴趣。为什么？因为你常年分析每个人的交通运行数据的话，你会发现他的性格是不是稳定。如果这个某个人他经常是踩油门、踩刹车，说明这个人性格不稳定，或者说他的时间、工作安排、生活安排非常混乱，这种人就不靠谱。但是有些人呢，就开车这个运行了这个数据非常良好，那么这种人在申请信用卡的时候，我当然就可以给他信用卡，或者说他申请银行贷款的时候，我可以给他一个汇率这个所谓的利息的优惠，都可以。所以我们看到啊，在 4.0 这个时代啊，汽车工业是可以跨界的，它超越了这个制造业这个局限，变得跟比如说数据分析啊、跟金融、保险这些行业都相关，共同创造了一种新的价值链。说到汽车业啊，我想起了这个沃尔沃。这次我们在英国的时候啊，其实就乘坐的是一个沃尔沃最新的一个款啊，它是 V60 Cross Country 啊，是一个跨界车，既可以当旅行车用，也可以当越野车用。以前我们家庭中啊，大家要出去玩都得有越野车，或者在城里上班呢，都需要开这个旅行车。现在不用了，这款车把两个特性全部综合在一起了啊，越野性，同时又有轿车的舒适性和高操作性，还有很好的通过性，所以它是4轮驱动。同时呢，它的动感设计很强啊，可以说是
既有硬汉的这个内核，同时又有暖男的外形，这是个完美的结合。如果你既有郊外越野探险这种需求，同时又有城市中驾驶所追求的那种好的操作性和舒适性，包括优雅外观，那么这款车肯定就是为你量身定制的。在美国呀，我们很早就听说一句话，这个沃尔沃汽车叫公路坦克，具有着非常好的这个安全性其实它这种安全性的取得就是大数据分析来的。你比如说从1970年以来吧，沃尔沃公司专门成立一个汽车事故小组，不管哪儿发生了交通事故，只要涉及到沃尔沃车型，他们马上要跑到这个现场去，第一手的资料一定要获得，要跟警察谈要跟这个当时的出车祸的这个肇事司机谈，对吧？然后还要跟很多医务人员谈，比如说如果发生受伤，他们还要跟这些人谈。最后呢，仔细检查这个车这个碰撞之后所发生的这些细节，采集数据比较具有典型性的话，这个车还会被拖回去，在实验室状态下进行重新试验，模拟当时碰撞的这个状态。他们对什么感兴趣？就是对车祸发生之前的那一瞬间的这种信息非常感兴趣。这30多年以来，沃尔沃积累了4万个案例，也就是4万个数据库在这个数据库里面放了这么多第一手的信息。由于采集了这些信息之后，他们在设计新车的时候就要考虑到以前出车祸这个原因何在它是左撞还是右撞、侧撞，是追尾还是被追尾等等各种因素都要考虑到。所以每个新车型定型之前，首先要进行100到120次的实车碰撞试验。通过大量的这种实验结果，包括以前的这种大量的这个大数据分析，最后才能把一个车型给制定下来。所以它所设计的车型，它为什么安全性要这个好于很多车？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背后有大数据支撑。沃尔沃汽车它其实它这个最有核心竞争力的是它的可扩产的汽车平台同时还有这个发动机集群，这是它真正核心这个竞争力，也就是所有的生产是模块化在生产，这一点是具有典型的工业革命4.0的这种特征的。